哇，好脆哦！因为你知道这个面它这么滑，这么有弹性，然后跟那个有一点咸咸的、软滑的黄油一起到嘴里面，然后一起融化的那个感觉，然后那个外皮又很酥脆，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的食物？这个酥脆弹牙的神仙食物就是用天然酵母制作而成的小面包，咱们一起来做吧。准备好了吗？真的爱口。听丹麦故事，尝丹麦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小球，欢迎来到我的丹麦厨房。我们先来准备天然酵母，把酵种、面、水按1:1:1的比例混合。酵种制作的视频我会放在下方描述区或在我的主页查找。做面包呢，我们需要用100克天然酵母，然后留50克下次使用，所以我们一共做150克，就是50克的酵种加50克的水和50克的面混合。最后我们在瓶子上面放上一个皮筋来做一个标记，等它膨胀到2倍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使用了。在等待的同时，我们来做面团。在385克的水中加入500克的中高筋面粉，我用的是含12%蛋白质的面粉。揉面揉7、8分钟，面团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粘手，可以用除湿机代替，但是不要再加面粉了。最后可以在手上沾一点凉水，咱们把盖子盖上，放在一边室温醒面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天然酵母的发育过程。喂养4到5个小时以后，活性达到了峰值，然后上层酵母菌的活性减弱，底层的酵母菌活跃起来，开始进行第2次的爆发。我们需要发酵面团的时候，是当它第1次爆发以后就可以使用了。20个小时以后呢，酵母菌将失去活性，需要重新喂养才能再次使用。达到峰值的时间可能是2至6个小时，这是根据酵母菌的活性和室温会有一些差异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观察它体积的变化为准，或者把一小块酵母取出来放在水中做漂浮实验。看，我们的酵母菌已经膨胀至2倍大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了。我们在面团中加入100克的天然酵母，留50克做酵种，下次使用。和面前先把手上沾些凉水，就不那么粘手了。揉匀以后，再加入15克的盐，混合均匀。面团现在已经非常有韧性和弹性了。和匀以后，咱们就把盖子盖好，让它静置半个小时。在盆中倒入1勺植物油，别倒太多，1勺足够了，为了一会儿折叠的时候不粘。然后抹匀，把面团倒入盆中，手上沾上凉水，进行第1次折叠。先把面团轻轻地拉伸，再叠进去，每边重复1次。我们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？面筋网在被拉伸和折叠以后，面筋组织会被强化，产生更多的面筋来适应新的形态。在几次不断反复以后，面筋会越来越有劲儿，越来越抗压，有支撑力，面包就更易保持造型不坍塌。我们吃起来在口感上也更有嚼劲儿，折叠过多也会让面筋断裂，所以我们每次拉伸折叠以后，要让面团松弛30分钟来适应。这个过程每30分钟重复1次，一共4次。在进行完最后1次折叠以后，让面团在室温继续发酵1到2个小时，到面团膨胀到原来的2倍大小，
然后放入冰箱进行冷藏发酵12至14个小时。第二天一早，咱们把面团从冰箱中取出，让它在室温中回温。大概3个小时以后，你的面团可以做抖臀动作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来预热烤箱了。我在烤箱中放了2个烤盘，是为了测试金属烤盘和烘焙时的区别。大家只需要放置1个烤盘就可以了。使用上下火预热半个小时，250度。在等待烤箱预热的同时，咱们就来切面团。先在案板上撒上点干面，然后把面团倒扣在案板上。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在屏幕的左下方帮我点个赞，投个币，谢谢。先把面团对折一下。烘焙纸总打卷是不是特别讨厌呢？我有一个小妙招，就是把它先团一下再铺平，它就不卷了。咱们现在开始切面团，切之前先把小刮刀上面沾一点凉水，就不容易粘。这个面团现在的感觉应该是非常柔软，然后有弹性的，里面有很多的大气泡。如果你很喜欢那种香酥的瓜子味道呢，就可以放一些葵花籽或者南瓜籽、芝麻进去，把有瓜子的那一面朝下放置，它就不会被烤糊。OK， 咱们现在已经做好了12个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面团，等烤箱预热到250度就可以放进去烤了，定时15分钟。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烤盘，就把面团放在一个凉的烤盘上，然后把它拽到烤箱中预热的烤盘上。我主页上那个烤意式披萨饼皮的食谱里面采用的也是这个方法。看，咱们现在已经烤了10分钟，它膨胀速度很快，现在已经鼓起来了。我感觉用烤箱自带的烤盘烤出来的面包效果也是非常好的，而且预热时间要比烘焙时短很多。咱们忙活了半天，终于可以吃饭啦！24个小时的辛苦工作呀，但是实际的操作时间呢，大概只有2个小时，所以不要被吓到，好踏难啊！哇，看看这个面包，两边都是那种，看，我一按这都破了，上面是一层特别脆的那个脆皮，天哪，近一点看，哇，好烫！特别的酥脆，我要把它切开看看。你看这个，每一个气孔都是很大的那种，里面可以放很多的黄油哦。看，我怎么觉得我像个美妆博主？看，展示一下产品，里面的这个，看这个面包特别的有弹性，那个面包心。它的那个回缩的这个力，看，这种就是吃起来特别有嚼劲。外面的这个脆皮呢，就跟薯片一样，那种感觉，烤的，你看，好脆啊，好好吃。然后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糊的味道，不是糊的味道，是焦的那个味道。然后它闻起来就有咱们那个。天然酵种的那个酸味儿，然后一点点酸的味道，然后它有一股麦香。我有时候吃那种普通的白面包、吐司面包，就觉得嚼起来特别的没有味道。丹麦人说就跟嚼那个硬纸夹子一样，就跟嚼纸一样，就是那个味道。但是这个口感就是绝对的不一样。虽然说比较花时间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物有所值。我第一次做完了以后，我也觉得哇，好麻烦呀，我不要再做了。但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真的是超爱吃，他们爱吃，我就爱做。像这个小面包制作的整个过程呢，大概需要12个小时。
我发现特别好吃的东西就都是特别耗时间的，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。那像这个做这个面包呢，醒发很长的时间。那你就比如说周日早晨9、10点钟吃，那你就要周六早晨的9、10点钟就开始准备。中间有很大一段时间呢，就是都是让它自己，你给它搅拌或者是折叠完了以后，它要自己去醒发。所以真正的操作时间呢，大概只有2个小时，大部分时间就是要耐心的等待。你把这个流程做了1-2次以后呢，你就很熟悉了，基本上也不用费太多的精力，就 OK 了。OK， 知道面包最好的伴侣是什么吗？就是黄油。真的是不怕胖。哇，感受一下那个黄油在刚出炉的小面包上面慢慢融化的感觉。哇，好脆哦！这个还配什么好吃吗？咚咚咚咚，巧克力酱。太罪恶了。超好吃。真的，面包就要刚出炉的时候趁热吃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现在轮到你们去做啦。喜欢的话请支持一下，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